Hello， 我现在在墨西哥坎昆，但是我们这次不是来坎昆度假的。我的旅伴特别着迷一些神秘文化，所以我们来探访玛雅文明。奇廷伊察，你知道世界新7大奇迹其中一个就是奇廷伊察吗？我是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去年看完马丘比丘，我爸就说下次来去奇廷伊察。所以这次我从旧金山飞到墨西哥坎昆，和我的旅伴集合。我的旅伴集合，一起去 Hertz 提车，开始我们5天的墨西哥玛雅自驾游。前进坎昆市区。这是我们坎昆的住宿，我们订的这个住宿比较便宜，是没有海滩的，因为我们睡一晚就走，明天一早就出发去奇廷伊察。刚刚一进来的时候呢，就有好几个私人的停车场，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他们 official 的停车场，也就是最靠近入口的停车场。这个 official 的好像价钱比较贵一点，120 peso， 然后其他的有50有80的。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停官方的停车场。570是州税，然后100块是联邦的，所以门票是总共671 peso 一个人。如果是带 DJI 或者是录影设备，需要另外付钱。所以录影设备是一台63，有这些。今天开了大概2个半小时，但是我们开的比较慢，所以大概将近快要3个小时。然后没有什么停，因为高速公路根本就是没有可以停的地方。小小的休息站有几个，但是是非常非常的小，就是有一个厕所，然后一个自动贩卖机。这一路开起来还蛮舒服的，是没有遇到任何有警察拦截的情况，一切都蛮顺利的。检票口出来，大概走没多久，马上就可以看到世界新7大奇迹之一的奇廷伊察。玛雅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许多独立城邦组成的文明。随着奇廷伊察的崛起，它逐渐地凌驾在许多南方的城邦之上，成为尤加敦半岛最具有影响力的权力中心。也因此，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提到玛雅文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奇廷伊察。还蛮神奇的感觉，就是还蛮容易到的。因为之前我们去的马丘比丘，还刻意走了一个比较困难模式去看马丘比丘。那这个奇廷伊察就是车子开到，然后付了门票，走一小段就到了。这个是主要的金字塔，卡斯蒂洛金字塔，很多人叫它羽蛇神金字塔，主要是祭祀羽蛇神。爸爸入门前其实还蛮担心，说这个包会不会需要寄放，但它这个大小是 OK 的。主金字塔边上都有小贩在卖东西。这一侧的金字塔看得出来比较没有修缮。这是秃鹰吗？秃鹰在围绕着。有丛林感。玛雅，Casa 就是家的意思。玛雅人的家。对。还蛮神秘的。不知道说到玛雅文化，大家会想到什么？可能很多人会想到《世纪帝国》，或者是电影《阿波卡列逃》。其实我对玛雅的了解也只有到这里。
这遗迹都好神秘哦，都在树丛里面。虽然说观光客蛮多的，但是整个古迹其实蛮大的，然后很多人都集中在主要的金字塔旁边。走在其他步道的时候，其实人没那么多，还蛮幽静的。那个是千柱群，他们说有可能上面是顶着一块木板之类的一个屋顶，可能是以前他们在下面集会啊之类的，或者是市场。哇哦，很多哎。遗迹小狗狗 ，Hello， 你会咬人吗 ？Hello， 他们还蛮严格的，看到 Pocket 3说要看 ticket。Here， 他们有巡逻的人专门看这个哈，这也是能赚一笔的啊！每个 GoPro， 每个360，每个设备一个钱。这个是武士神庙。这也很壮观哎！羽蛇神的头，蛇头。这一侧也是有维修的，所以四面只有2面是有恢复原状的。这边图腾全都是人头吗？哇哦！这是被祭祀的人头吗？这个建筑物上面的图腾也很漂亮哎。这个真的会让我想到阿波卡列陶。这个球场是全美洲最大的古玛雅球场，长有168公尺。球赛结束后，胜者或者是败者就可以献祭给神，是玛雅宗教文化里面很重要的象征。这感觉是没有修缮过的痕迹。即使12月初还是很热，然后我们大概逛了快要3个小时，现在是差不多快要12点，旅行团的人潮就开始进来了。我现在来到第一个天坑，这个天坑也是算有名吧，蛮多人会来的。这个天坑好像规模蛮大的。不止玩水，它还有 buffet， 然后旁边有它的 resort。My God， 就在这！哇哦，好神奇的地方啊 Cenote 是我来尤加敦半岛超级期待的天然景观。这些天然形成的水景，对玛雅人来说，它不只是水源，更是生命和信仰的交汇点。因为尤加敦半岛几乎没有河流。地表又是石灰岩，导致雨水很快渗入地下，所以很多玛雅城市都是围绕着 Cenote 发展而成。冲完澡，然后穿上救生衣才可以下天坑。加上它的配乐，超神秘嘞！这角度看更漂亮。
上到最高了。哇！这很有氛围耶！可以的话，最好带一双拖鞋来。其实蛮难走的。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跳水？这个地方坍塌了之后才出现的天坑。cenote 里面是有一些生物的，有点胆小。明明就会游泳的我。真是圆圆的，好酷哦！在这边仰泳，有种很放松的感觉。虽然说从下面看人很多，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多，还可以。我这样绕一圈也挺累。上。这是在帮拍一张。好啊。我们的勇士要再挑战一次。我们现在这个小城镇叫做 Valladolid， 这边治安还可以，其实，然后偶尔会看到一些观光客。这边的小街道都是披着不一样颜色的房子。这个是什么车？这什么车？像装甲？装钱的。哦，装甲。这是我找的一间餐厅。啊，好有气氛哦！送了一盘前菜，点了一个汤，不太确定到底是什么。浓稠的汤，竟然是冷汤。我刚刚查了一下，这个主要是有酪梨和小黄瓜、青椒、蒜头和洋葱，这个叫做酪梨冷汤。爸爸点了一个汉堡，然后我点了一个，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看起来比较像墨西哥的料理，然后点的是牛肉的，香料蛮重，是那种很自然的香料，蛮好吃的。现在是4点半，然后一直有人进进出出，蛮多人的。这是一间还不错的餐厅，就很有气氛，吃的东西也还蛮 OK 的。但说真的，去完秘鲁再来墨西哥之后，我发现秘鲁的口味比较合我的口味。这个小镇是1543年在西班牙殖民时期就建立了。西班牙也有一个城市叫做 Valladolid， 而且西班牙政府觉得这个小镇是美洲最有西班牙味的城市，所以还出资帮它做了修复。采访一下有去过西班牙的，你觉得像西班牙吗？真的有像西班牙，我们过去看一看吧，到里面去。圣萨瓦西奥教堂，这不会像库斯科一样不给带相机吧？
圣水。可以看到一些警察车，治安还行，然后蛮多外国人的。夜晚的小镇蛮美的，这鸟叫声真大声。这个 hotel 灯光打得很漂亮。我们的住宿比起旁边的看起来阳春很多，但房间很干净啦，就觉得还可以。而且这个房间要60块美金，其实没有想象中的便宜哦。一早我们想说可以到他们的传统市集去看一看，顺便看一下这附近的一些居民楼。这栋就是我们想要去的传统市集，就是就是来到这边还蛮有生活气息的，然后可以看看就是当地人怎么生活的。我发现墨西哥这边的传统市场跟秘鲁一样，就是它的区域划分很明显，你就知道说这一区是卖什么的。哦，这是什么？这好像是一种食物。所以你应该要试一次。Coco 电影里面就有吃这个。牛肉，这有牛肉，这没有。OK， 那来一个。¿Cuánto cuesta? 20. 水果看起来都超新鲜，就是长得很漂亮，虽然不是很大，但是颜色看起来非常的好看。爸爸说这边的水果看起来都没有改良过，看起来很原生种。100块的停车费，这很原始哎，哇！我们从小镇开大概40分钟来到这个地方，叫做 Elk Balang， 是玛雅语黑豹的意思。这边也是所有的露营产品都要63块 pesos， 这边总共是一个人581块 pesos。比起昨天的奇琴伊茶，我还蛮喜欢这里的。是琴奇还是奇琴啊？奇琴。据说我昨天好像一直讲琴奇伊茶，其实是奇琴伊茶。Hello. Hi. How are you? Good. How are you? It's a Mexican dog. Mexican hairless dog. Wow. Really? Oh, in the movie Coco. Do you watch movie Coco? Yes. Yeah. The name is Kichpan. Kichipang. Kichpan, yeah. Kichipang. Hello. 哦，它毛粗粗的。We are Mayans. Mayan. We are direct descendant. We speak Mayan. We live in the village, Ekpalang village, close here. 它是做一些清洁身体灵魂的一个 energy cleaning 的一个仪式。他们是真正的玛雅人。又找到花了。为了拍这个影片，付了挺多钱的，希望多一点人看好吗？这个 Pocket 3被收了2次钱了，目前后面应该还有一个金字塔，应该也是要收钱。这个造型很特殊的建筑物，这个是椭圆宫殿，推测是宗教或者是天文的用途。真是置身在丛林的感觉，但是是有维护过的丛林。我觉得这空气中有一种台湾树林的味道，潮湿然后树的味道。板根，哦，板根。这棵树蛮大。这个 view 可以啊，给大家绕一圈。
进入树林就凉了，在那些古迹上面真是爆热，即使没有太阳也是爆热。我们好像到了主要的那个古迹了，哇，那是可以上去的，太帅了吧！大金字塔主殿高达31公尺，是保存最完整的玛雅金字塔之一哦，而且是可以攀爬的玛雅金字塔。登顶后可以看到整个丛林。Ready？ 跌倒就死了，我跟你说，就马上祭祀了。很陡，很陡哎！你早上吃维骨力了吗？吃了。其实我有惧高症，还蛮严重的，所以还是小心一点，不要往后看。比较陡的话，大人带着小朋友慢慢撸下去。有喘，好虚哦。OK， 大家看看这个 view， 太帅了吧！这个遗迹真的是被丛林包围着。埃克巴浪这座玛雅城市，大约在西元600年左右开始发展，曾经是尤加敦地区的重要玛雅城市之一。随着奇琴伊察的崛起，它的影响力才逐渐被取代。你要小心哎。那你就有人屁股坐下去下。我不要，我没有那么丢脸。哦，我还要去 TMB。哦，哎呦，我袂对时。爸爸，你要小心。是吧？OK， 这神殿看起来是复原后的样子了。这个非常壮观。真的耶，这是有一个洞可以直接穿到对面的。这个应该也是修复后的样子。哇哦！这个精致的石雕入口是美洲豹之门，象征通往冥界的入口，非常的壮观。如果有自驾游的话，很建议把这个金字塔安排在行程里，很值得，大推。我们今天来的是 Cenote Nicteca 洞潜的，好帅啊！这边是洞穴潜水的。左边这一部分是浮潜的。这个 cenote 真的很漂亮，太阳出来之后真的超美，下面的植物都看得很清楚。哇，阳光好的时候太美了吧！刚来的时候是阴天，阳光出来完全不一样了。
近的神秘洞穴了。我下次也要去。这个镇，教堂很复古哎，超老旧的。Hola. Hola, buenos días. Hi. Open the window. Thank you. Good. Gracias. OK， 我不知道他是想找什么，至少他不是想抢劫，弄得我神经兮兮的。Gracias。我现在到了一个考古遗址，叫做 Coba， 在玛雅语是有动荡水面的地方，因为这个城市周围有2座大湖。Coba 曾经很繁荣，这里建于公元600到900年，最繁盛的时候有5万人口，是 Yucatan 半岛最大的玛雅城之一。但是没落之后，慢慢被这片丛林吞没。直到19世纪才重新被考古学家发现，看得出来很原始的感觉，没有特别修缮过的感觉。这边最酷的地方，除了那2个湖以外，它有一个叫做白色之路，叫做 Sakba， 就是一个石头的道路网，可以连接到附近的所有村庄。这也是一个丛林感，是球场哈，但这个球场怎么那么小？下太阳雨了。这树上不是我们在台湾会买的那个空气植物吗？这下蛮大的其实，但这个树林茂密到滴不太到雨，雨应该一下就过了。在树下躲雨一下好了。哦，可以靠近他们。你拍它啦？它是什么？它是火鸡吗？哇，它很漂亮哎，还有很漂亮的睫毛哎，那是睫毛吗？好，不是睫毛，上面是点点。哦，它要咬我了，爸爸。Every you come here and you say you speak or not speaking. OK。机港有车 No 啦。 problem. 180，所以是180，它会载我们去和回。 My name is Rafael. Rafael Yes. Where are you from? from Taiwan。 Taiwan. 车程整个是2公里，然后来回是4公里。哦，是那个鸟，是那个哦 ，That's turkey。 Yeah, Turkey. 这边是一个市集，从前玛雅的市集。有些人骑脚踏车，还是蛮多人走路。其实。Normally the people is only the winner, the sacrifice. OK， 让我们下车。你看这个部落其实很大，它有2个球场。这是第2个球场。This is the Mayan road, the highway. 哦， Yes, it's only the Sakbe. It's 100 kilometers, 2 days. Normally only walking. Remember, no Maya Uber, no bicycle, no animal. 2 days you walking at Chichen Itza. 骑着石头骑进一场。对， 100然后公里2天的时间走路。 The watchtower. Watchtower。 Yes, it's only to watch the enemy, not the star. 120 step, 42 meters. 42 It's meters， a bigger and Tulum, Chichen Itza, Ekbalan, Uxmal. 比我们刚刚去的还高。这个大金字塔有42公尺高，是 Yucatan 半岛最高的玛雅金字塔。说是下个月就开放可以攀爬咯。
之前网络上我看到的是，大家攀爬的时候，这边中间有一条绳子，靠着绳子往上爬。现在做成楼梯了。我把这个考古遗址大概是逛1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因为我们有请3轮车嘛，所以呢还蛮快就结束了，是吧 ？Anyway， 反正就是这个。哦，好，越来越困难了。这模式有点太困难了。这车子会不会就在那里，可以吗？可以。De Olimuseum, 400 pesos por persona. 这个神秘的地方，然后说是里面只能带手机。这个神秘的景点位于图隆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也是我私心一直很想打卡的美术馆 Azulik City of Art。它不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美术馆，而是一座自然艺术与传统智慧为灵感的创意之城。管理员请我们脱掉鞋袜，鼓励我们用身体和感官去体验这个空间，而不是只是观赏。这边有一种木头的香味，很放松的感觉。这里的展览空间与周围的丛林融为一体。感觉整栋建筑物不是被建造出来的，而是从土里慢慢长出来的。它真的是用树来撑住这个木头的。哇！哇，这边可以看到丛林，不知道手机能不能拍出这种林场的感觉，我觉得还是要亲身体验一下。哇，如果有时间的话，在这边躺一下午都可以耶。我们今天来的比较晚，快关门了，剩下不到1个小时。这地方值回票价，非常值回票价。把美术馆的工作人员送回来了，刚好他也住图隆。这间餐厅是刚刚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推荐的。Lemonade， 这个是 biang biang 面，不知道墨西哥做的 biang biang 面怎么样？凉拌小黄瓜，它面不多，就这样而已，其实蛮少的。但是辣油闻起来很香，很像的感觉。凉拌小黄瓜，这感觉不是小黄瓜，其实是那种大的瓜。黄瓜拌得不错，它的花椒放了很多。点了一个红油抄手，然后一个水饺，来吃吃看它的水饺怎么样。它水饺包的其实像馄饨那样子，里面好像是洋葱跟胡萝卜。红油抄手我点的是 mild， 然后味道很好哎，应该是配了老干妈，还有一些它调的红油。它这个馄饨其实就是跟它吃那个水饺的概念是一样的。
只是调味不一样而已。这是我们今天的住宿，看起来很不错哦，有种高级度假公寓的感觉。其实图隆这边夜生活是蛮多的，有很多 bar 啊，还有一些 pub。然后我们刚刚经过的时候，9点多店家都还开着。这是我们今天的住宿，这算是图隆里面蛮便宜的 hotel 了。装潢很新，就来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哦，是怎么有点像废墟 ？Google Map 带我们走了一条很难走的路，其实入口前面这条路超级好走。这地方是一个 Art Walk。是昨天那个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的。这里面就是有一些艺术装置，还有丛林小径结合的一个户外艺廊。然后它有卖瑜伽的课程，都放一些比较有心灵感的内容。哇哦，好有氛围哦！这吧台的座位是荡秋千。它的桌椅都很有设计感，还帮树挖了洞哦。这地方还蛮赞的，然后是一个免费参观的艺术步道，想象在这边做瑜伽，超有气氛的。小树屋。这边真的很适合做一些心灵相关的事情，冥想啊、瑜伽。感觉这个区域还蛮新的，不是有太多观光客知道，也是当地人告诉我们才知道有这个地方的。感觉图隆想要跟 Cancun 有区别。这边想要走一个自然跟艺术有相关的概念。如果喜欢艺术的人来了 Cancun， 一定要来图隆走一走，这边真的很不一样。OK，Thank you。我们很 confused， 这里到底是不是官方的停车场和卖门票的地方？这个 Tulum Ruins 其实它现在有3个入口。刚刚工作人员讲说，这个是主要的入口。如果你要去 Tulum Ruins， 你就一定要买这个 park 的门票，你不能单买遗迹的票。而且这个主要入口的 parking 是不用钱的，其他另外2个都是要付费的。这边是有一个博物馆。我们的门票是包含在里面的，而且这个区域人真的很少。然后有3个馆，这是来自我们昨天去的那个黑豹 Elk Balam。哇，这个雕工好细哦，西元600年到900年之间，这一片超大片。所以说，玛雅文明是有文字的，不像印加文明是没有文字的。这一片真的是充满着神秘色彩，好帅哦，非常的高。模拟当时候的人民，这是 cenote 的模型，剖面图长这样。这是来自奇琴伊察，这个区域就有这座金字塔。我们现在在这个图隆，昨天我们有去到 Coba， 我觉得这个博物馆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还蛮值得来走走的。反正门票都付了嘛，它有一些雕塑啊，一些文物还蛮不错的。就是有一些雕塑在遗迹那边可能看不太到，然后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近距离的欣赏这些雕刻。
停在这个主入口的话，它会有接驳车载你去 ruins。所有的录影设备是63块 pesos。这边的设施跟他们的接驳车都蛮新的，工作人员说差不多是1年前开放使用的。来到这个遗迹，它特别注重说要保护环境，塑胶袋、保特瓶是不能进来的。对啊，环保类的做得蛮好的哈。它用电车。哦，对，它是用电车。这400块还可以，区域这么大，还有 museum 可以看。图隆是极少数建在海岸的玛雅城市，所以会跟我们昨天和前天看的丛林遗迹完全不同。哇，一出来也有洞天的感觉，全部都是遗迹了。它这步道做得很不错哎，不然就会变成好像在罗马看到的那一些遗迹一样，就是完全不能靠近。但它这个保护起来也是不错的，然后一区域一区域的看得很清楚。刚才偷听到旁边的导游说，这些遗迹上面的红红黄黄的颜色是当初就有的颜色，然后说是以前应该都是彩色的，这感觉是一个主要的神殿。昨天那2个遗迹真的是人超少，图隆还是人多啊。终于看到海了，好蓝绿色哦，好美。我来墨西哥第4天了，第一次看到海。这个平台就是主要可以边看到海又边看到遗迹的平台吧。哇哦，感觉从船上看回来应该也很美。这边真的是没冬天，说今天最热会是30度。哇哦 ，view 很赞哎。好多哎，哦，那边都是。我网络上查它是伊瓜纳。这边的遗迹是配着椰子树的。这里跟走在树林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